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讲5种花瓣的画法以及摆位。那这5种花瓣的话，首先，最具代表性的是玫瑰，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花瓣形态，最常用的。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雏菊，还有这种圆形花瓣，还有我们的荷花以及芍药。选了5种比较经典，也是我常用的一些花瓣形态给大家做演示。每一种花瓣形态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它的一个做法也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从玫瑰开始讲。在开始讲玫瑰之前，我们要讲一下它的一个花瓣形态，先讲花瓣形态，再讲它的一个组合以及它的一些角度。首先，玫瑰的花瓣的话，跟其他的花瓣都不太一样，它是呈一个包裹姿态，而且整体的形状的话是一个偏月牙形的 C 弧形态，就像我们画小括号一样画一个 C 弧。好，它是这种 C 弧形态，可以看一下，写一个 C。那我们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笔的一个运行方向是根据我们不同角度的一个 C 型括号有可能呢它是一种横躺着的 C 它有可能是这样子横躺着，也可能是往上甚至往左往右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画 C 型括号。运行方向的话是根据不同的角度，然后利用上我们的一个笔法，压笔、提笔走笔这样子一个笔法去进行操作。首先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压笔的手法的话，因为花瓣的形态两头尖中间胖，所以说我们压笔的形态是落笔的时候轻轻的落下去。好，落笔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的落笔，拉一个尖，对，用笔尖打一个小尾巴出来，毛尖尖轻轻的去拖一条小尾巴，然后小尾巴出来了之后，中间再去压笔。好，笔尖压下去了之后，我们再侧推打 C 弧，侧推打 C 弧，然后慢慢的提笔，用笔尖勾一个小尾巴出去。那整个形态的话是中间胖，两头尖，像一个小月亮一样。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它的一个重点运行方向是这样子 C 弧运行方向打 C 弧，然后只是说要看哪个角度而已。然后压笔，落笔轻，好，中间压笔侧推，然后最后提笔收尾。大家一定要记住，在画玫瑰的时候，两头尖中间胖，中间一定要胖胖的，两头呢一定要拉出一个小尾巴来。把口令告诉大家，轻重轻提压提。好，接着我再来给大家操作一下，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多练几遍这个轻重轻提压提的一个手法，不管是哪个角度都是轻重轻的一个手法。我们注意看我的笔尖，轻轻的用毛尖勾一个小尾巴，中间笔尖压下去，侧推打 C 弧，好，提笔收一个小尾巴。这个小尾巴如果说你们没有收出来的时候，可以这样给它勾一下一定要有这个小尾巴。玫瑰的精致感就是从这个小尾巴这个方向体现出来的，每个角度都可以练一下，看一下我握笔的时候往哪个方向去导的。画不同角度的时候，我们的笔导向的方向也不一样哦。我们在画上方的时候，这个笔是往上方导过去的，然后在画下方的时候，笔又导到下面来了笔是这样往下导，距离我们的甲面的话大概35度角的样子，稍微偏斜一点点，不要太立起来。立起来的话不太好去侧笔推然后画这个方向的时候有点不太好画，我们可以稍微的把我们的甲片或者是指转个45度角的样子，轻轻的落笔，侧推打 C 弧，提笔收。好，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多去练一下，它的这个花瓣形态记住中间胖。这里的话就会涉及到我们前面的一个基础知识，也就是我们用笔那一章节告诉大家的正锋以及侧锋。大家都知道侧锋的话范围会涉及的比较宽一些，那正锋的话我们可以范围涉及的比较小一些。勾它两个小尾巴的时候都是提笔用笔尖正锋去勾，那我们在压它的花瓣的时候都是压笔侧推，这样子的话我们画出来的花瓣才能中间胖，两头尖，带上小尾巴。讲完花瓣之后，我们来讲一下花心。玫瑰的花心的话，这里我们基础玫瑰的花心是一个逗号因为玫瑰花瓣是螺旋这样包裹起来的，一半一半包裹起来的，旋转
所以说我们画花心的时候，可以用简单的方向去表现，那就是去写一个逗号。逗号是什么样子呢？对吧？逗号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首先笔尖立起来，我在侧面给大家看，你们注意是看我的一个笔尖的一个运行的力度啊。好，把笔提起来，笔尖立起来，拉一个小须须，这样卷起来。好，往下这样卷起来，对不对？花心是这样子打一个圈，但是呢，我们怎么让花心看起来不要这么就是太过于单调啊，太过于单调单薄。花瓣的话是两头尖中间胖，花心仍然也是，只不过它是卷起来的。我们在画花心的时候，立笔先画一个小须须啊，勾到一半的时候，笔尖压下去。好，然后收尾的时候又提起来，勾一个小尾巴，给它包裹起来。那这样子这个花心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薄了。两头尖尖，中间胖，整个线条看一下，中间胖的位置在这里，两头尖尖的位置是我们起笔和收笔的这个地方啊。两头尖，中间胖，但是呢，它呈一种卷曲的姿态。好，再看我连贯的去演示一下。轻轻的落笔拉尖儿，好，拉完尖之后压笔打圈，好，整体给它包裹起来。那这就是玫瑰的花心。花心我们尽量画的小巧精致一些啊，需要把笔提起来去画，小巧精致，不要去画的特别的肥大。玫瑰的精致感跟我们的线条，就是两侧的那个小尾巴是很有关系的。压笔，好，提笔，收一个小尾巴，给它包裹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组合啊。前面的花瓣和花心，大家可以多练一下。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 C 弧。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轮廓啊，花瓣的它是一个 C 弧的形态。外轮廓怎么样子没有关系，只要你压笔压到位了，它外轮廓自然就会扩出去啊，就会这样宽胖出去。中间笔尖指的这个边缘啊，我们在压笔的时候，笔尖指的这个边缘，你一定要亲眼看到你的笔尖画出一个小 C 弧才算 OK 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组合。首先我们要把花心给它画出来，花心画出来，画几个卷儿在这里。好，立笔，好，画一个花心卷起来。这其实勾细线本身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技法当中的勾线技法是一样的，运笔的手法是一样的，笔尖垂直立于甲面，对不对？好，这样包裹起来。OK， 然后不管你的这个尾巴收在哪个地方，花心画完了之后，我们的第一个花瓣要从哪个地方起笔？第一个花瓣永远都是从我们收的这个小尾巴这个地方起笔，不管这个小尾巴画来是往上、往左、往右还是往下啊。虽然说我现在画的整体都是往下的，你们在画的时候有可能是有些时候手法不一样，那它收尾的这个尖尖尾巴小尖尖，那可能方向就不一样。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收的，我们的第一个花瓣永远都是从花心的这个小尾巴处起笔啊。因为玫瑰的花瓣的话，它是呈包裹姿态，记住是呈包裹姿态。它的线条的话是这样子，它的线条是这样子，一半，这样包着一半过去，是一种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画第一瓣的时候啊，起笔的位置一定是在这一块儿。把这个花心的尾巴给它包裹起来，但是记住，我们画玫瑰的时候，表现立体感的时候，需要留白来表现。那这个留白的话，我们就需要花瓣与花瓣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这个空隙不能留得太宽啊，也不能粘连到一起，稍微的有一点点小缝隙就可以了。因为你看我中间的花心啊，都是的留了小空隙的啊，不是这样子像真正的逗号一样画成一个黑坨坨，是吧？勾个小尾巴出来，不是的，我们的卷曲是能够明显的看到线条是卷曲的，但是呢，它中间是留有空隙的。然后第一个花瓣起笔的位置，轻轻的拉一个小尾巴，好，中间压笔侧推，好，慢慢的提笔啊，给它勾一个小尾巴出来，把花心这样包裹起来。再看一遍，轻轻的立笔勾一条小细线，好，顺着这条细线压笔侧推打 C 弧。
好，提笔勾一个小尾巴，轻重轻，提压提，整个花瓣我们运笔的一个力度啊，轻重轻，提压提。打一个小 C 弧，一个圆润的小 C 弧，将它的花心包裹起来。这是第一瓣的位置，你只要找准了它的花心啊。第一瓣花瓣的位置从哪个地方起笔，后面的花瓣永远都是跟着前面那个花瓣来的啊，记住了。笔如果说干了的话，笔尖沾一点水打湿一下，因为水彩它会干，所以说你在笔在用的过程当中挥发，再加上我们纸面上啊它会吸水，那这种我们用一会儿它就会干了，所以说要加水去给它稀释一下。好，接下来第二瓣的位置，第二瓣的位置呢，我们刚刚收的这个花瓣对吧，去找到它的一个小尾巴，收笔的小尾巴在这里。第二瓣同样也是在它前面啊，在它前面一点的位置起笔，留上小缝隙，轻轻的起笔拉细线，压笔侧推打 C 弧。好，慢慢的收个小尾巴过去。好，慢慢的收个小尾巴过去，这个是第二个花瓣啊，在它前面的那个花瓣的小尾巴超出一点点起笔啊，给它包裹起来，把前面的小尾巴，把前面那个花瓣的小尾巴给它包裹起来，压笔侧推打 C 弧。好，拉一个小勾勾。因为这个角度你可能不太好将笔侧过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成两笔来完成，对吧？把这个小勾勾、小尾巴给它加上。好，第二笔的话，第二笔的位置那也是跟着上一瓣啊，下一瓣的位置永远都是跟着上一瓣的尾巴来走的。好，刚刚的这个尾巴在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还差一半。好，我们也是从前面那个花瓣，把前面那个花瓣的尖部给它包起来。好，压笔侧推，提笔收。好，拉一个小尾巴，压笔侧推。提笔收，你看花瓣和花瓣之间都是留了小缝隙的，它们没有挨到一起，但是这个缝隙又不是留得很宽。好，加一个小尾巴，轻轻的勾一点小尾巴出来。好，这是第三笔。第三笔画完了之后，我们要去画第二层。一般我们看什么技法的玫瑰，如果是叠色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画成这样子，第一层就画成这样子。但是你要画的再饱满一点玫瑰，那一层花瓣完全是不够的，对吧？除非你是画花骨朵。那我们要去画第二层的时候，同样的，每一笔不管是第一层还是第二层啊，它都是从前面那一笔花瓣的尾巴处开始起笔。好，不能是这样尖尖对尖尖啊。我们错误的画法是什么呢？错误的画法是你的尾巴接上了它的尾巴，比如说我收尾的时候尾巴在这里，那你们在画的时候啊，第二个花瓣你看就这样尖尖对尖尖，这种是错误的画法，我们一定是要抄出来。好，我们一定是在前一个花瓣超出一点点，把它的尾巴啊，前一个花瓣的尾巴包裹起来，留白，留一点空隙，好，给它包过去。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画第二层的花瓣的时候，也是从前面这个地方起笔。好，轻轻起笔，中间压笔侧推打 C 弧，慢慢的提笔慢慢的提笔，拉一个小尾巴回来。好，慢慢的提笔，拉一个小尾巴回来，然后你还是一样的去转。如果你觉得你看这个位置，我觉得它有点小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花瓣，花瓣与花瓣之间留有缝隙，记住了。好，这个位置去加一个花瓣。3瓣不够，那可能第二层我要再给它补加一瓣。总之它的形态要变成一个圆形，那这个位置要不要去加花瓣呢？好像加了又越变越大，对不对？但是呢又感觉这个地方太平了，没有弧度，我们就可以以线条，对，以这种线条来给它勾上去，让它的整体形态呢稍微的完整一些。我们在加线条的时候，玫瑰的线条仍然一样的啊。我们在加线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叠色技法，对不对？我们在画完它的花心之后啊，第一层花瓣也画好了，好，第二层的花瓣也画好了。
笔开始有一点点干了，发现颜色铺展的不是很顺利的时候啊，需要湿笔。好，外层的花瓣我不想画的那么大，那我们就可以用线条去表现。线条的话是先勾一笔，这一笔的话要把前面那个花瓣的尾巴这里给它包裹住。好，然后接下来第二笔呢，把前面这个尾巴包裹住。第三笔，好，轻轻的带一下，留有空隙，留有安全距离。那好，这样包一下。那在它的尾部这里，那所以说我们在以线条去表现它的花瓣层次的时候，线条也要呈这种包裹姿态啊。前一层那里起笔，对，也要呈这种包裹姿态。包括后面的时候，也是从尾巴这里给它呈这种包裹姿态，错位开。那这里我会用线条的方线来表示一下它的一个层次。玫瑰的层次就是这样子的，看一下它的一个线条排列，一半包一半，一半压一半。好了，这个大家可以多去练习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角度的玫瑰啊，不同角度的玫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讲完前面的这些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玫瑰的话，如果说是在正面，这里我们就画的是一个正面，它的花心呢是在整朵花的居中的位置啊，花心在整朵花居中的位置，因为这里呢我们是表现玫瑰的一种花瓣啊，基础画法，所以说没有叠加任何的技法，没有去打水圈，也没有去揉边，也没有去叠色啊，也没有去做渐变或者是晕染，只是单纯的把它的基础花瓣形态给它这样组合包裹起来，看到它最原始最基础的一种画法。接下来的话，我们还要演示一下不同角度的一个玫瑰。首先呢，我这里就用黑色吧。首先正面的玫瑰是一个圆形，大家都知道了啊，一个圆形。那么我们再画侧面啊，侧面的玫瑰，侧面的玫瑰的话是一种椭圆形，记住啊，它就不是一种正圆了，侧面的玫瑰是一种椭圆。然后再侧一点的话，它就成了一种 U 型。因为玫瑰它有胖胖的底座，所以说在侧面一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这种 U 型。然后上头花瓣的位置还要操出这个 U 型的一个两边斜侧面的这个垂直线。演示还是要演示给大家看一下的。侧面玫瑰45度角侧面玫瑰，这个就很像侧面玫瑰，它跟正面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正面呢是上下左右的花瓣均匀分布，那侧面玫瑰的话是花心整体靠上移，上方的花瓣减少，左右下这三个方向的花瓣那会叠得多一些些。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侧面玫瑰就要先画它的花心，花心在整个居中的位置，整个居中的位置给它挪到上方去啊，从这个中心点给它挪到上方，挪到上方来画一个花心。好，花心画好了之后，我们来画花瓣。花瓣主要侧重于左右两侧啊，还是收尾的地方起笔拉一个小须须。花瓣这一半是分布在右侧的，然后再在左侧，左侧，那这个花瓣就有可能会对起来，但是呢，我们要通过花瓣的小尾巴给它去制造这种包裹感，拉过去一点，把前面那个第一个花瓣的小尾巴处给它包裹起来，然后第二瓣我们继续包啊，也是这样子左右中下。好，下方。看这个花瓣的包裹形态的话，就是左右下上方完全不管它。然后左下角的位置，好，右下角的位置，外轮廓我们都可以用线条来表现。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侧面啊，45度角玫瑰，花瓣侧重于左右下方。上方的话，你可以给它加花瓣，但是要加的很窄很小，对，不要加的那么饱满那么多。花心整体上移。好，侧面玫瑰演示完了之后，我们来演示一下45度角。
就是真正的侧面。这个呢只是45度角，这个呢是真正的侧面。真正的侧面我们是看不到它的一个整体的花心的啊，它的花心会更靠近上方，而且呢不是这种圆形了，不是这种圆花瓣，它的话是一种压扁，把这个圆形给它压扁，往左右两侧这样子去扩，上下窄，左右两侧宽。好，可以分一笔2笔勾过来，画一个这样子的椭圆形。好，花瓣侧重于我们的左右，这个就真的是左右两侧，给它包裹起来。左右两侧，然后继续还是左右两侧。这个都不考虑下方了，仍然是左右两侧。好，这个小花瓣的 C 弧给它连接下来这里呢形成了一种 S 型线条我们把左右画好了之后，右边画好了最后一半不管是在左还是右，最后一半永远都是要连接一个 S 型小 C 弧在它的这个下面的底座上方。它的腰身是一个 U 型。好，这是一个侧面玫瑰的一个角度。接下来我们在另外一张纸上面演示一下整朵玫瑰，给它加上水圈加一点水，少量的色粉放到旁边来，再加一点水，调成一个水状的浓度，浅一点点多一点水，少一点色粉，给它打出一个水圈，一个不规则的水圈。好，水圈打完了之后，慢慢的提笔，将多余的颜色吸走，擦到纸巾上。哪一个边缘你觉得不太好看的，你还可以再次给它进行再次将它的边缘弱化，用揉边技法搓揉。包括中间，如果说这个色块的中间你觉得颜色深了，你也可以进行搓揉。好，将中间颜色往边缘推。多余的颜色吸走慢慢的提笔。如果说你提笔提得太快，它就会形成一个小水珠一个小水洼积水。这里的话就相当于刚刚我们是演示了一个什么洗色技法，对不对？拼图一色块，然后演示了一个洗色技法。等它这一层干了之后，我们再到上面去叠加玫瑰的一个花瓣基础形态。在叠色的时候等下面这一层水圈干了之后再去叠将颜色先准备好，打湿取色，这里颜色会用到一个牛奶浓度，一定要跟下层的这个色块颜色就是错位开来去形成一种颜色层次的叠加。要有颜色深浅浓度的对比，立笔用笔尖画出一个花心在中间，打一个圈儿，记住留出合适的空隙，轻轻的下笔拉尾巴，重重的压笔，侧笔推行小 C 弧，好，勾一个小尾巴，把它的花心处给它包裹起来。第二个花瓣在前一个的花瓣基础上，轻轻的落笔勾出小尾巴，重重的压笔侧推过去，好，给它提一个小尾巴出来。刚刚画第二瓣的时候，我的笔是倒在了上方的位置。第三个，轻轻的落笔，好，压笔侧推打 C 弧，拉上小尾巴，给它包裹起来。外层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水，将颜色调淡一点点。轻轻的落笔，拉上小尾巴，重重的压笔侧推。好，带个小尾巴。好，轻轻的拉一个小尾巴，压笔侧推。
你要注意看最外层的这个花瓣啊，你要注意看第3层的花瓣，不能超出外层水圈。然后这里花瓣内侧的 C 弧不明显，勾一下。花瓣内侧的 C 弧一定要干净啊，不能画的磕磕巴巴。好，侧推过来，拉一个小 C 弧。这个位置还差一笔压笔侧推，不要超出外层水圈的位置。好，合适的时候，我们距离外层水圈还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线条，对花瓣的1/3处，要把它的小尾巴，花瓣的小尾巴给它包裹起来。好，外层用线条给它轻轻勾勒一下，那整个基础玫瑰的形态就画好了。大家可以动手捏一捏啊，我们把前面学过的叶子给它组合起来，叶子给它加上，外八形式，一大一小。对，一片大叶子，一片小叶子。这里呢，我是在它的两侧，斜向两侧去加的小叶子。然后叶子的话，外八形式，一大一小。下方的这里啊，左边大，右边小。上方的这里的话，也是左边大，右边小。给它加上一点线条。好了，叶子和花型组合起来之后，其实就会更加的完整一些。好，这是玫瑰的画法，玫瑰的花瓣以及组合，还是把这个单枝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因为侧面的话，你只需要把花心的位置换一换，花瓣的位置重新排一排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单枝玫瑰的话，很多宝子可能画不太好，我们还是来演示一下吧。单枝玫瑰的话，也要给它下层打一个水圈。好，加一点水，将颜色调成一个清透的水状浓度，用水状浓度的一个颜色给它画出底座。因为它底座是一个 U 型，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侧笔打一个 U 型。好，侧笔打一个 U 型，侧推过去啊，竖着把笔压下去，侧推过去。好，提笔收。弧度是一个微微的弧度，一个胖胖的 U 型底座，不要画的太尖。你不要把它的底座呢画成了这种尖尖的三角形，像花瓣一样，这种是不行的啊，不好看的。一定是一个宽宽的、胖胖的，这样子宽宽的、胖胖的一个大月亮啊，一个胖月亮，就是花瓣的这种基础形态，再给它变得宽胖一些。好，再一次用水圈在上面打一个椭圆形。好，边缘不规则的椭圆形，给它加上去。边缘不规则的椭圆形，侧推的方式啊，上下侧推的方式，两侧窄，中间弧度大。边缘不规则的椭圆形，稍微的超出它的底座一丢丢啊，稍微超出底座一丢丢，你也不要超出太多，那你也不要就是完全跟它齐平。好，底座的位置下面的这层水圈颜色打好了之后，等它颜色干了之后，我们再去叠加花瓣的位置。前面也给大家说过了，我们在画侧面玫瑰的时候，花心呢是呈一种卷曲状的。画完了之后啊，给它填一下，这样勾一下。好，包裹成这样子一个扁的花心，不是一个圆的花心了。然后花瓣我们分左右两侧。好，压笔侧推打 C 弧，拉出小尾巴，分左右两侧去画它的花瓣。
左右两侧去画出它的花瓣，也是一样的，这边再给它包一个吧，不行，还是要在这边，好，包过来，小尾巴包过来，最后一半，好，压笔侧推，打一个 C 弧到底座上来，连接过来，好，腰身底座的腰身，那转弯的位置，把腰身给它勾出来，一个胖嘟嘟的侧面玫瑰就画好了。那这个侧面玫瑰单枝，它的叶子怎么去画呢？首先在我们左下角的位置啊，左下角斜向，这个位置怎么去定？画一个十字架啊，花瓣的位置是在这个左下角和右下角，就相当于是在木字的一个撇和捺这种位置，45度角左下和右下，去给它画小叶子，轻轻的压笔提笔收尖儿啊，收个长长的小尾巴，轻轻的压笔提笔收一个小尾巴，小叶子你不要画的太大了。这边侧面再画一个出去，压笔提笔，好，再画一个出去，小一点，在这边也是再加一个，好，这个叶子形有了就好了，不要画太肥，小尾巴要勾出来，好，打一个勾勾啊，底座花萼部分这样打一个勾勾，这是它的花萼部分，叶子的枝干画一节竖线，好，再接上一个竖线啊，要锋利凌厉一点，有转折一些，旁边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枝条，把叶子给它加上。这里呢，你们可以用前面学到的叶子方式啊，就不管你加哪一种叶子都行。好，随便加哪种叶子都行，一般呢就是2到3个，或者是1到2个就够了。一个单枝玫瑰和正面玫瑰。玫瑰这个花瓣形态的画法以及摆位我们就讲完了。